没一会，庞巴迪的销售人员来了，他们带来的是一架前年才开始定制生产的庞巴迪环球5000公务机。二位先生，这款飞机打造时就考虑远程飞行的，巡航速度更是高达 0.85 马赫，最大航程9600公里，舱内装修奢华，当然也可以根据二位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调整，不管是带着家人游玩还是商务活动，这款飞机都将是二位最好的选择。这次林浩听得相对认真些，对于这款飞机的性能，应该就是对标湾流 G550 的，两边的参数相差不在，也就是航程上稍弱于湾流，但基本也够用了，远程飞行几乎都要中转加油的。接着自然是两人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，对方的基础报价是4820万美刀，跟买车一样，如果内部装饰需要调整，再额外一项项的算费用。其实林浩有些后悔了，这会感觉买一架公务机有些鸡肋，毕竟自己一年能外出几趟，有这钱还不如多订几艘好点的船呢。但这回他也被架起来了，金靖提出买飞机的是他，把于伐科的瘾头勾起来，现在对方决定要买，自己退出算怎么回事？阿珂，这些我不懂，里面的装饰该怎么弄？你来定吧，咱俩一样的就行。就选庞巴迪了，我就买这个了，你想买湾流就自己决定。于伐科摇摇头，都差不多，咱俩还是买一样的吧。两人选好机型，剩下的事就可以交给约克去办了。时间也到了10月10日，林浩要考虑回国了。要是10月13日自己不现身，那徐总和复苏估计再见自己时，能把自己生吞活剥了。枪毙5分钟没商量的。傍晚时分，陈东回来了，一回来就吵着要请客，一问才知道，这货下午居然跑去了赌场，还赢了50万刀，也是走狗屎运了。今晚就算了，我们在酒店随便吃点冷餐吧。林浩提议，他实在是不想折腾，因为外边的饭店也不定有酒店的好吃，除非现在去唐人街，那里虽说不少的中餐也进行了口味调整，但还是能吃到正宗的粤菜。东哥，回到京城你再请吧。于伐科也不是很想动，决定好后，5人下楼吃饭。所谓的冷餐，也就是国内的自助餐，但国内的自助餐还是有不少的热食可以挑选，甚至是现场制作的牛排、烧烤之类。但这里的冷餐，你几乎吃不到一样热食，随意的挑选了一些，5人就找了一块稍偏的区域坐下。东哥，我明天就回去了，你要是没玩够，我让约克带着。一起回吧，其实也没啥好玩的。林浩又看向于伐科，你要多留几天吗？于伐科正想说，下一刻眼神一瞟，就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了。林浩晴愕然扭头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然后就看到了正迈步走过来的伊万卡。好像是找我们的。于伐科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林浩正想反驳，却见对方还真就直直的来到了他们的桌前。抱歉，不介意拼个桌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，请坐。于伐科起身，拽了一把原本坐在他旁边的刘晶，示意他先滚蛋。林浩抱着狐疑的态度，打量着眼前的女人，确实蛮漂亮，算是较为符合东方人审美的脸型，身材自不必说了。不过想想曾经听过的花边新闻，好像这女人也不是什么善茬，口味偏重，老少咸宜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伊万卡，是这家酒店的股东之一，感谢二位选择我的酒店。怪不得我一住进来就这么亲切，原来是由你这么漂亮的一位女士经营的。于伐科说完，还淡淡一笑，舔狗气质一览无余。伊万卡回以微笑，虽在和于伐科聊天，但目光还不时扫向埋头大吃的林浩。二位今天见了湾流和庞巴迪的人，是想买公务机吗？没办法，生意需求，一直满世界的跑，所以还是有一架公务机方便些。于伐科浑不在意地说着，看上去买架公务机和买一沓厕纸没啥区别。林浩看似在吃饭，实则一直在想着伊万卡的目的。要说他纯粹是看上了于伐科和自己，虽然两人长得都不丑，但也没自信到这种程度。好奇两人的身份，自己两人的身份不难查呀。伊万卡最终还是没忍住，对依旧在炫饭的林浩道：林，恭喜。林浩缓缓抬头，双眼微眯，他可没有自我介绍，而且于伐科也没介绍过他，对方居然知道自己的姓。虽说入住登记的有，但显然这女人也是有备而来。喜从何来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短时间在美国狂卷20亿美金的，还有你的渔业公司也从刚开始的几千万投资，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上升到估值20来亿。我还知道一些其他的，不得不说你是个真正的投资天才。我如果问你如何知道这些，想来你是不会说的吧？林浩淡淡地问了一句。伊万卡眨了一下眼睛。林，你身处的是一个资本的国度，我想知道这些并不困难。见林浩又开始低头吃饭，他有些不爽了。林，我知道酒店的餐食还不错，但你似乎对他比对我的兴趣更大些。相比于你，我对你的父亲兴趣或许会更大些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倒是蛮想和他聊一聊。你听说过我父亲？林浩第一次放下了手中的叉子，拿过旁边的餐布擦了擦嘴角，笑着道：唐纳德还不错，虽然是个富二代，
但也是跌倒又爬起来的人。总体来说，他的所作所为还是蛮励志的。不过，伊万卡双眼微皱，早先他看于林两人就像是看两个透明人，看着两人吃惊的表情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没曾想，现在局势转变，他好像在对方面前变成了透明人，且在不知不觉中，话语的主动权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林浩掌控了。不过什么？林浩再度一笑，不过就唐纳德的那点资产，说实话还真比不上我一个白手起家只奋斗2年多的人，你忙更比不上了。这倒不是他胡说，他曾经看过一个报道，唐纳德最有钱的时候，曾宣称他的净资产有30亿美刀，而现在并非对方的高峰期，还真不定有林浩的家底厚呢。伊万卡的面上闪现了一丝怒意，不过很快又变得柔和下来，旗帜是带着一丝妩媚。林，不得不说，你成功挑起了我对你的兴趣。一边的于伐科郁闷的不行，心说完了，逼被阿浩一个人装完了。不过他也蛮好奇，阿浩怎么会对一个刚现身的陌生女人如此的了解。我说过，我对你没兴趣，要是你父亲的话，我或许愿意和他聊聊。老是这么被无视，伊万卡到底还是一个极为自负的女人，这会再也压制不住情绪，噌的起身。林，你真不是一个绅士。说完，他便离开了。靠，阿浩，你老刺激他干嘛？多好的架子啊，可惜了。林浩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，屁股扭得确实不错，嘴中回道：阿珂，这样的女人太危险，咱还是别挨了。于伐科也不是精虫上脑啥也不顾的人，想起刚见面的种种，他不禁好奇。阿浩，你觉得他来的目的是啥？林浩虽然摇头，但还是分析了起来。估计还是买公务机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才进行调查的。这女人不简单的。至于找我们的目的，我觉得寻求合作的可能性不大。其他的，说到这里，他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，对方该不会要拉自己入什么会吧？接着再带自己去那傻岛上转一圈，留下点影视资料，以做他人把柄。毕竟现在自己的身家是值得他们花点心思的。看来老美这地方以后还是少来为妙。至于说要见川宝，他说的倒算是心里话，抛开政治理念不说，他就觉得川宝挺可爱。